風味藤椒餃頂點，一籠咧係有4隻嘅，咁睇上去咧浸皮係半透明嘅感覺啦，但係唔厚，睇得到入邊嘅餡嘅。話必點嘅豉汁蒸鳳爪超點，咁睇唔睇到咧？有對翼嗰種生物嘅膚索，佢咧其實係蝙蝠嚟㗎。蝙蝠咧係中國傳統建築經常會用到嘅裝飾物，寓意多福啊。而冇翼但係個樣咧又好似蝙蝠嗰種兇手咧，就叫做紫微啦，即係紫微星嗰個紫微啊，寓意學有所成，步步高升。Hello，大家好，毛毛，今日咧帶大家去清平飯店飲早茶啊，之後咧就同大家介紹陳家祠啦。Go！呢度咧係陳家祠地鐵站 A 出口，咁一出嚟左邊咧就係楊濤廣場啦。我哋依家咧就行入楊濤廣場，一入廣場右邊嘅第一棟樓嘅2樓咧就清平飯店啦。之後喺呢度坐電梯上樓。依家嚟到清平飯店啦，早茶咧係8點鐘開始營業，到11點鐘嘅。11點鐘之後到2點咧就係午飯啦。下晝嘅5點鐘到夜晚嘅9點鐘咧就係晚飯時間。俾你睇下冇人嘅清平飯店啦。呢個地標餐廳咧，只要到咗飯市係真係好多人嘅。食飯嘅話咧，我哋之前就詳細拍攝過一期啦，有興趣嘅可以睇翻呢期影片。而家靜靜地睇一睇個環境先，有呢種半卡座嘅，有圓台，有窗邊位，係可以打電話嚟預約嘅喎。坐好就嚟睇菜單啦。咁呢度寫咧係話7點半嘅，但其實8點鐘先開始開市咯。細點咧係10蚊雞，最貴嘅係蒸點41蚊㗎。大廳茶位咧即係冇功夫茶嘅呢台啊，係7蚊一位。功夫茶位咧係要10蚊一位㗎。房咧就12蚊一位 ，VIP 房咧就15蚊一位。睇睇點心，全部都有配套嘅。呢度嘅點心咧都話係手工製嘅。咁啊，必點點心嘅話咧話係豉汁蒸鳳爪啊，超點。咁我哋睇啲有趣嘅啦，例如呢個風味藤椒餃啊，頂點。之後咧黑松露貢菜餃特點，鮮蝦鳳眼餃頂點。下面嘅招牌一品咧睇個樣啊，個個都好靚啊。定價咧最貴嘅係荔枝炸蝦球啊，蒸點係要41蚊㗎。另外嘅3款咧都精緻，睇得出佢呢度嘅點心咧係精緻為主嘅，好似隔離嘅甜甜蜜蜜嗰度啊，有個象形兔仔嘅大點。南國妙手咧就有個黑天鵝榴蓮酥頂點，每款點心個樣咧都好靚㗎，價格都唔平啊。葡式蛋撻咧係特點嚟㗎，個擺盤咪好靚咧，好勁啊！仲有個國潮醒獅包68蚊啊，仲有少少菜品添啊，有粥有拉腸有主食。雖然點心紙咧就印咗呢啲燒味，但係燒味咧係早茶冇嘅，要11點鐘之後先開始供應㗎。大家就按需要點啦。有做套餐嘅只需要68蚊，有4款點心包埋茶位㗎啦。香西牛肉腸特點，2條菜加6條腸，俾你睇睇皮厚唔厚先。我覺得係有啲厚嘅，唔係好睇到入邊嘅牛肉咯。俾嘅豉油咧係比較多嘅，試一試個味道。香西味十足，牛肉軟滑，腸皮咧睇上去有啲厚，但食落去口感唔錯，都可以。套餐價格嘅話咧係比較抵嘅，單點嘅話性價比唔係好高咯，味道係唔錯嘅。牛肉雖然軟滑啊，但我唔係好中意呢種手法咯，因為佢係將啲牛肉啊剁成咗肉碎嘅，唔係原塊嘅牛肉，口感方面咧係比較單一㗎，而且撈咗陳皮同埋馬蹄，咁就同牛肉球咧係同一種餡嚟嘅。我咧就唔係好中意呢種餡，都係中意用翻原片牛肉嗰隻。風味藤椒餃頂點，一籠咧係有4隻嘅，顏色嘅話就藍汪汪咯。咁睇上去咧浸皮係半透明嘅感覺啦，但係唔厚，睇得到入邊嘅餡嘅。等試一試個味道啦，都幾大隻㗎。外邊嘅皮咧煙煙韌韌有口感，冇味道嘅。入邊嘅餡咧就係大大隻嘅鮮蝦啦。蝦咧就肉質緊實，有汁水嘅，都幾飽滿。調味方面咧係落咗藤椒嘅，所以食落去咧係會有啲麻麻辣辣嘅感覺，係搭咗蘿蔔同埋筍嘅。口感嚟講咧係比較豐富嘅，唔係一般嘅蝦餃，料好多，味道唔錯。臘味蘿蔔糕大點，配咗辣椒醬。蘿蔔糕咧就3件，兩面都煎過嘅。等我試下個味道啦。點一點個辣椒醬就食得啦。臘味大塊又真係用蘿蔔做嘅，粉唔多，有蘿蔔味，但係口感方面咧有少少腍咯，所以咧食上去我覺得冇咁有層次嘅，就差咗呢少少咯。味道方面係冇問題嘅。話必點嘅豉汁蒸鳳爪喎，超點，上邊咧就擺咗青椒，仲有好多嘅花生啦，花生係比較大粒嘅。
呢份咧就冇蒸過籠啦，口感係好彈牙嘅，鳳爪唔錯，比較大隻，夠晒軟腍，一咬就開嘅啦。成個調味咧唔會太過分，好適中嘅。呢度嘅點心出品其實都唔差嘅，就係定價原價嚟講咧性價比唔高，食套餐嘅話咧就比較抵食啦。依家咧就食完嘢啦，咁我哋出發去睇陳家祠啦。咁有幾位觀眾咧都希望我介紹陳家祠，今日咧就詳細介紹一下，我有信心會俾導遊講解得更全面㗎。咁睇完我嘅影片咧就唔使請導遊啦。呢度咧係地鐵1號線陳家祠站 D 出口，出到嚟咧就係陳家祠啦。咁應該有觀眾會好奇，明明寫住嘅咧係陳家祠，點解係會讀成陳家祠嘅咧？咁其實兩種讀法咧都冇錯嘅，最初咧只不過係西關口音問題，所以咧係讀成陳家祠㗎。連公交車報站啊都係陳家祠㗎。陳家祠廣場呢度咧，響清朝時期係陳家祠嘅水塘，後嚟咧就被填平。咁響1956年到2009年咧，都係俾32宗佔用嘅。咁後嚟學校拆除，就變成咗依家睇到嘅廣場啦。咁呢個廣場咧都準備重建成水塘㗎，到時會種荷花。申請已經通過咗啦，應該好快會開始施工啦。進入陳家祠咧係需要購買門票嘅，咁啊建議手機微信預約買票。冇微信咧都可以現場排隊買票嘅，咁啊強烈建議請導遊介紹啊！有部分時段咧都會有免費導遊㗎，咁唔想請導遊嘅話咧就要認真睇我影片啦。睇完之後再嚟陳家祠，你就會覺得有趣百倍㗎啦。如果唔係，就只會覺得哇好靚啊！陳家祠原名叫做陳氏書院，籌建於清光緒14年，即係1888年，於1894年落成。咁係廣東72縣陳氏宗族共同捐資興建嘅合族祠。作為合族祠咧，陳氏書院係用作參與捐資嘅陳氏宗族子弟嚟省城備考科舉、候任、交納賦稅、訴訟等事務提供嘅臨時居所。而作為捐資嘅回報咧，呢啲陳氏宗族係可以將祖先嘅牌位放入書院嘅神龕裏面供奉㗎。其實喺封建帝制年代咧，皇帝對宗族勢力係好警惕㗎。甚至響咸豐同埋光緒年間都出現過大規模取締合族祠嘅行動嘅。陳家祠當年咧就好醒目啊，叫做陳氏書院，所以咧就保留咗落嚟啦。1905年，即係光緒31年，廢科舉之後咧，書院就改為咗陳氏實業學堂。民國期間呢度咧就作為文化學校、廣東體育專科學校、序言中學。1950年作為廣州市行政幹部學校。1959年，書院咧係用咗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。1966年，陳家祠主體咧就俾廣州新華印刷廠佔用，並且作為印刷車間。9月，廣州電影機械廠咧就佔用陳家祠嘅東院同埋後院。印刷廠當年咧對陳家祠內部造成咗好嚴重嘅損壞啊，已經恢復唔到啦。1980年，廣州新華印刷廠遷出。1981年，陳家祠進行全面復原維修。咁去到1983年先至重新對外開放。廣場呢度睇唔睇到咧？有幾條好高嘅桿，桿嘅下面呢對石板咧就叫做旗桿夾石。石板咧就會刻住考取功名嘅人名同埋時間，用兩塊石板中間夾住支旗桿，所以咧又叫做功名旗桿。以前嘅旗桿咧係用木或者係石做嘅，咁依家呢個咧係仿製品。旗桿上面嘅方形好似碗咁嘅嘢咧就叫做斗。才高八斗講嘅咧就係呢個斗啦，咁其實都好有講究㗎。鄉試中舉嘅舉人咧係冇斗㗎，而貢士或者係6品官員咧就會有1個斗，咁要通過咗京城嘅會試先至係貢士㗎。咁仲有4品官員都係2個斗嘅。陳家祠呢度咧係非常少有嘅3斗同埋4斗，3個斗咧就係狀元或者2品官員先可以立嘅，最勁嘅咧係4斗啊，要做到朝廷1品官先可以立㗎。至於點解陳家祠會有2支4斗、2支3斗咁犀利咧？呢個我就唔知啦。咁整呢個功名旗桿咧，主要係為咗光耀門楣同埋激勵後人。以前嘅大宗族祠堂門口咧，全部都係有旗桿㗎。咁順便一提，如果係冇狀元旗桿上面咧，係會有隻獅子或者係一把刀㗎。我哋先睇一睇呢個整體結構。建築咧採用嘅係抬梁式結構、硬山式烽火山牆。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啲專業名詞啊。硬山式屋頂咧係中國傳統嘅雙坡屋頂結構。烽火山牆咧就係指屋頂兩側嘅山牆咧高過屋頂嘅風格。
主要作用咧係防止火災嘅時候火勢蔓延，而且有擋風擋雨嘅作用。橫向有3行建築咧就係三進啦，由最下面一行建築往上數，分別咧係叫做首進、中進、後進。縱向有3列主建築咧就係三路啦，由左到右分別咧就係西路、中路、東路。中間有9座建築就係9堂啦。兩邊最外面2列咧以廂房、齋房為合，兩邊4個角嘅咧就係齋房，兩邊中間嘅咧就係廂房，形成咗對外嘅閉合、內部開敞嘅建築群體。呢種形式咧就叫做總體以3進3路、9堂6廂4齋佈局啦。規整對齊，主次分明，係最典型嘅廣東民間宗祠建築。陳家祠嘅瓦咧係用灰瓦嘅，民宅都係用灰瓦㗎。皇宮咧就會用黃瓦，王府咧就會用綠瓦，又叫做琉璃瓦。我哋之前同福中路嗰期咧拍攝過嘅海棠寺就係用王府規格嘅綠瓦啦。咁就連住個皇帝嘅少林寺啊，都係用綠瓦㗎。不過廣州咧就有間好多遊客中意去嘅寺，重建之後好離譜咁樣用咗黃瓦啊！如果喺120年前係要誅九族㗎。陳家祠嘅門口咧就有2隻石獅子，呢個石獅子咧係嶺南地區晚清石獅造型嘅代表。面對門口右邊嘅咧係雄獅，雄獅係踩住隻石球嘅，象徵咗權力；而左邊嘅咧就係雌獅啦，雌獅捉住隻小獅子，象徵子孫興旺、家族繁榮。呢對石獅子口入邊咧都有石球㗎，石球咧係可以喺口入邊度喐㗎，但係又唔會跌出嚟喎。咁對於清朝嘅工具，難度係唔細㗎，好考驗鏤雕嘅技法。咁最值得一提嘅咧係石獅子下面嘅基座。1950年嘅時候咧，呢2個基座係唔見咗㗎，所以當時咧就隨便整咗個光面冇石雕嘅基座代替。依家睇到嘅基座咧係拆陳家祠廣場上面嘅民居同埋學校嗰時，喺地底度揾到㗎。一對比翻1922年嘅舊相咧，就發現係呢對石獅子嘅基座。因為呢個底座咧係本身嘅底座，所以損毀得咧係比較明顯㗎。呢個咧係8字絲宣圖，石獅底座4條邊嘅裝飾咧都係竹嚟㗎，係寓意咗節節高升啊！我哋睇一睇紅獅嘅底座，首先咧係會見到魚躍龍門嘅，下邊有好多條魚啊，仲有個魚門啊。只要跳過咗呢個魚門咧，就會升天為龍㗎啦，就希望後人高中狀元啊！每面咧都有唔同嘅圖案㗎，例如呢個啊丹鳳朝陽，都係呢吉祥圖案嘅。呢個咧係5進圖，屋脊上面嗰層咧就係塗塑隻色啦，又叫做花脊。係用陶泥塑形後鍛燒而成嘅，咁係專門用嚟裝飾響廟宇、祠堂、會館等大型建築物上面嘅特殊工藝，又係嶺南獨有嘅建築風格。陳氏書院呢，一共係有11條塗塑隻色㗎，數量同埋規模都反映出咗當時陳氏宗族強大嘅經濟實力啊！塗塑隻色內容豐富，人物眾多，觀賞價值咧非常之高啊！陳家祠最顯眼嘅塗塑咧，肯定就係屋頂嘅巨魚啦。佢咧係叫做鰲魚嘅，鰲魚係古代中國神話傳說中嘅動物。相傳響遠古時代，金色同銀色嘅鯉魚咧想跳過龍門，飛入雲端，升天化為龍，但係因為佢哋偷偷咁樣吞咗海裡面嘅龍珠啊，就只能變成龍頭魚身，亦即係鰲魚啦。咁仲有一種説法嘅，鰲魚咧係龍生九子嘅第9子，叫做螭吻。寓意咧係升官發財、步步高升。咁嗰2條鬚咧，其實係有避雷針嘅作用嘅。咁喺古代咧，其實就有避雷儀式嘅啦。例如故宮嘅太和殿啦，多次火災之後咧，屋頂嘅螭吻咧就綁一條鐵鏈避雷，就叫做吻索啦。屋脊下邊嗰層咧，即係花脊嘅下面啦，學名咧係叫做脊座。脊座嗰度咧，好似浮雕畫咁嘅咧，就係叫做灰塑啦，又叫做南海灰塑。灰塑咧係珠江三角洲一帶傳統建築中廣泛運用嘅一種建築裝飾藝術。咁用石灰作為主要原材料，加上咗稻草或者係草紙，同埋糯米粉、油、鹽、紅糖發酵嘅。係啊，你冇聽錯，我都冇講錯，就係糯米粉同油、鹽、糖。係咪好似煮嘢食咁咧？發酵完之後咧，再反覆錘煉，製成咗草根灰或者係紙巾灰，然後根據設計好嘅圖案現場製作。咁先用草根灰堆塑造型，再用紙巾灰細塑表面，之後咧再塗好多嘅石灰水啊，等到乾咗之後咧，最後由淺到深咁樣塗上顏色。
之前呢，我受邀參加過陳家祠嘅灰塑修復，咁係由國家級灰塑大師邵成川講解嘅。有興趣嘅可以睇翻呢期影片喎。咁睇唔睇到咧？有對翼嗰種生物嘅灰塑，佢咧其實係蝙蝠嚟㗎。蝙蝠咧係中國傳統建築經常會用到嘅裝飾物，寓意多福啊。而冇翼但係個樣咧又好似蝙蝠嗰種兇手咧，就叫做紫微啦，即係紫微星嗰個紫微啊，寓意學有所成，步步高升。咁睇唔睇到屋頂上面呢隻頭頂有角嘅獅子灰塑？佢咧係叫做獨角獅，咁佢咧都有一個故事㗎。相傳喺明代初年，佛山咧就出現咗隻怪獸，佢四周圍吞食禽畜啊，毀壞農田。為咗制服呢隻怪獸咧，有人咧就諗到個以怪制怪嘅辦法啦，就係請當地嘅紮作藝人用竹條編製一隻形象好兇猛嘅獨角獅啊。咁只要怪獸一出現嘅時候咧，眾人就敲鑼打鼓、放炮仗，舞住隻獨角獅衝埋隻怪獸度，果然就嚇走咗隻怪獸啦。從此之後，獨角獅咧就響民間廣為流傳啦。應該有觀眾估到啦，冇錯，呢個咧就係舞獅嘅雛形啦。而將獨角獅裝飾響屋脊上面，同樣係有辟邪保平安嘅寓意嘅。咁嗰隻獨角獅後邊嘅屋脊咧就叫做垂脊啦。垂脊上面嘅灰雕咧就係博古形裝飾啦，咁學名咧係叫做博古壁嘅。博古壁一高一低，黑底白邊，一紅綠黃三種顏色裝飾，彎彎曲曲嘅咧就叫做夔龍紋。夔龍咧就係中國古代傳說中嘅動物，《山海經》描述狀如牛，蒼身而無角一足。商周時期咧就開始流行用夔龍紋噶啦，夔龍紋之間咧仲有用金錢瓜果做間飾嘅。博古壁上邊咧，仲有好多唔同樣嘅圓雕蝙蝠。呢幅灰塑咧就叫做劉伶醉酒。劉伶咧就係魏晉南北朝時期竹林七賢之一，才華同埋酒量咧都一流㗎。不過咧就嗜酒如命。呢度描述嘅咧就係民間傳說，杜康造酒醉劉伶，旁邊釀酒嗰位咧就係酒仙杜康啦。劉伶飲完咗杜康釀嘅酒咧就醉死咗。因為劉伶講過，如果佢醉死咗，就直接挖個窿埋咗佢。咁佢老婆咧就照做啦。直到3年之後，佢老婆咧喺條街度見到杜康喎，就鬧佢賣假酒飲死咗佢老公啦。杜康就話啦：你老公冇死到啊，只不過係飲醉咗啫嘛。之後咧，佢哋咧就去挖翻劉伶出嚟，打開棺材一睇，劉伶穿戴整齊，面色紅潤。杜康咧就拍一拍佢話：劉伶起身啦！劉伶果然就坐咗起身啦，打咗個喊路，仲大讚好酒。咁最後劉伶咧都做咗酒仙，呢個咧就係杜康美酒一醉3年嘅典故啦。呢個灰塑咧係為咗警醒後人，做任何事都一定要把握好尺度。呢個咧係八字師孫圖。呢幅灰塑咧有好多隻大獅子帶住一隻細嘅獅子喎。獅子嘅獅咧就同老師嘅師係諧音，寓意咧就太師同少師啊。太師同少師咧都係官名，太師咧係皇帝嘅老師，而少師咧就係太子嘅老師啊。呢幅灰塑咧係雕刻咗福祿壽3位吉星㗎，3位神仙嘅形態咧係非常之惟妙惟肖嘅，動作幅度好大啊，夠晒生動盞鬼啦。仲有鶴同埋松樹，寓意咗延年益壽、福運臨門。陳家祠嘅主體咧係由青磚建成嘅，青磚嘅優點咧係密度高、透氣、吸水、抗氧化。而且唔容易變形變色，仲有隔熱嘅效果，所以夏天咧都係特別涼爽㗎。廣府磚雕同埋北方磚雕相比咧，響製作工藝上面係各有特點㗎。北方磚雕咧大多數都係響泥坯上面雕好圖案，再送入柴窯燒製，但係廣府磚雕咧大多數都係響燒製好嘅青磚上面雕刻而成嘅，係真正意義上嘅磚雕啊。陳家祠呢度咧就有好多嘅磚雕，都係番禺人黃南山嘅作品。佢咧係廣府磚雕界歷史上數一數二嘅大師啊！陳家祠咧就唔止有灰塑嘅，仲有好多陶塑、木雕、磚雕。咁每一幅咧都有屬於自己嘅故事。因為篇幅比較長，所以就留翻下次再同大家講啦。我哋依家咧連陳家祠嘅門口都未介紹完啦，仲有好多要介紹㗎。因為片長有限，今期影片咧就先到呢度啦。下期會同大家繼續介紹陳家祠同埋周邊美食嘅。鍾意我影片就關注頻道啊，點個 like 翻俾朋友仔，下期見啦！